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剑，咱们今天来做一期《欧陆风云4》的游戏实况。距离上一次《欧陆风云4》的游戏实况的视频已经过去了整整2年的时间，这2年时间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来的。那么这一次咱们先来做一做原版，找一找当年的感觉。这一次咱们玩上一个 DLC 更新的北欧国家哥德兰。在这个 DLC 之前呢，哥德兰开局是归属于丹麦，但是被篡权叛军所占领。北境雄狮之后，哥德兰这个岛屿也是被单独分离了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哥德兰公爵埃里克·格里芬曾经是丹麦国王，被丹麦现任国王，同时也是他的外甥克里斯托弗罢免之后，长期定居于哥德兰岛。这个国家在更新之后会成为继医院骑士团之后的第2个天主教海盗，再加上他在北欧地区又是维京人的后裔，或许可以尊称他一声最后的维京人。那么老规矩当然是先看理念了，开门就送最强理念造河花费，这也是很强了。闭门给一个贸易效率一般，第一个重建维斯比，减发展成本啊，不行。邀请雇佣军到维斯比，减雇佣军的维护费，配合上新版本的雇佣军理念还是可以的。第3个，扩建维斯比船坞，减船只花费，可以有利于咱们扩建海军。第4个，重建贸易，加全球贸易竞争力，没啥用。哥德兰商人冒险家加上商人团一般。倒数第2个，哥德兰商船队加海军规模上限也不错啊，配合我们的这个海军扩建。最后一个，建立维斯比银行，减年利息，没啥用。总体来看，哥德兰这个理念就是为玩海盗而准备的。由于这一次咱们玩的比较放松，所以说呢难度就选的是普通了，咱们就不玩极难了。我们的公爵埃里克·格里芬曾经是丹麦的国王，同时也是卡尔玛联盟的领袖，但是在1435年他被废黜，由他的外甥克里斯托弗3世继续担任丹麦国王兼卡尔玛联盟的领袖。虽说遭到废黜，但他依旧拥有卡尔玛联盟的王位宣称。不过如今历史的车轮已经发生了变动，我们可以自己替恩里克·格里芬选择他的前路，是继续宣称丹麦的王位，还是选择第2条路呢？诚然，如果我们获得卡尔玛联盟的王位，我们南可撤走神圣罗马帝国，东进可限制罗斯人的发展。不过呢，这对于我们一个岛主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咱们的埃里克·格里芬决定放弃掉卡尔玛联盟的王位宣称，安安心心的当他的哥德兰岛主。不过呢，做一个岛主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如今前国王埃里克·格里芬的到来改变了哥德兰人的生活，他不再做统治岛屿的国王，而是当起了统治岛屿的海盗。既然咱们没有办法成为北境之王，那成为海贼王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咱们选择第2个，海盗就是咱们的前途。在成为海盗之后，我们哥德兰就获得一个专属的海盗任务数。既然咱们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那我们不如就以最下面的劫掠全世界为咱们的最终目的。虽然说这个任务的条件是只要有10个贸易节点，咱们的贸易竞争力达15%就足够了。但是啊，咱们这个目的肯定要设大一点，因为所有的贸易节点肯定是有内陆还有这个沿海地区的。咱们设立一个简单目标，那就是全世界所有沿海地区的这种贸易节点，不管是什么君士坦丁堡啊，还是这个奥萨德湾这边，我们都要有15%的这个海盗竞争力，这就算是咱们这一个党的最终目的。说白了就一句话，咱们哥德兰海盗所过的地方，就算是狗也得交保护费。既然成为海盗，那咱们的第一件是什么呢？是劫掠吗？那这个事情先不着急。在成为海盗之前呢，咱们是一个君主，所以说呢，咱们是有阶层的。但是呢，在成立海盗之后，咱们这个阶层就会消失了。所以说啊，在阶层消失之前，被我们赶出哥德兰岛之前，他们也得留下买路财。我们可以出售王冠领地来获得买路财，但是出售头衔所获得的这个金钱呢，是根据咱们的这个阶层领地的份额进行变化的。如果咱们的这个阶层领地仅有10%，那咱们卖地是卖的最贵的；如果有100%，基本上是卖不出价格的。所以说，咱们恩里克啊，找到咱们岛上的教士、贵族、军需官，笑嘻嘻的啊，给他们塞地，一边塞地啊，一边告诉这些人啊，咱们老艾啊来到这个岛上啊，承蒙各位爷照顾，正因为各位爷的照顾啊，咱才有了今日啊。所以说啊，我手里的这些田产啊、佃户、农地，还有这些港口，全部送给大家。然后呢，咱们还低价把这些东西卖给大伙儿啊，我都不要了，全便宜给大家，我就当一个空壳子，当一个富家翁就可以了。就这么一番言语啊，咱们的教士、贵族、军需官个个乐滋滋的啊，都60的忠诚了。不仅如此啊，咱们找到贵族啊，给贵族授予一个特权，强制征召贵族啊，贵族军官特权啊，全部给了。
然后军需官给一个要求军需官补充财政啊，允许军需官进入海军学校，还有这个强制征召军需官，这些都是皇权特许。教师这边也有啊，制度化教师，再允许他们垄断咱们这个哥德兰岛的羊毛贸易啊，咱们哥德兰岛就产羊毛，只有个羊毛，全部都给他们了。咱们给了这些东西啊，给了你这么多特权，要求一点回报不过分吧，是吧？贵族啊，给一个陆军将领，再召集一手征召兵，减少咱们陆军维护费啊，寻求教士阶层的帮助啊，消耗共和传统和威望，获得教廷影响力。哦，对了，说的威望啊，这军需官别忘了，你们还有威望没给呢。然后再要求军需官捐赠啊，再要求军需官给海军提督啊，再要求军需官送一艘船，这样咱们就把咱们的这个阶层能薅的都给他薅干净了。然后再过一天，哎，他们就被我们驱逐出去了，钱啊到账了。然后之前给的那些啊，这个船也到账了，啊，将军也到账了，海军提督也到账了，包括之前给的这个羊毛特许贸易也给他剥夺了。至于这些人是被驱逐出境了，还是赶下海喂鱼了啊？咱们的这个埃里克啊不在乎，主不在乎。之后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海盗的例行公事啊。曾经啊，咱们好歹也是这个波罗的海的霸主，卡尔玛联盟的这个国王啊，沿路收点保护费，这不过分吧？还有斯德哥尔摩的蠢驴交保护费，还有这边的这些芬兰人，我不管这个苏联人怎么叫你，反正在我们这里你也得交保护费，驯鹿也得交。芬兰人收完了，李家这边也不能忘。如果以后想在波罗的海好好的贸易，那就老老实实的交保护费，别忘了这里还是贸易河口呢。还有南面的这个条顿骑士团也得交保护费，这一口气直接交38块钱。然后是波美拉尼亚还有丹麦人，哇，这一口气收的多了81。之后就是保护费的大头西兰岛这里啊，这里的保护费是咱们波罗的海最多的115块钱。曾经啊，西兰岛在咱们埃里克的国王的治理之下，那是勃勃生机，万物锦发。再看看现在的这个国王克里斯托弗啊，他们有能耐保护西兰岛的居民吗？他们没有这个能耐，不仅没有这个能耐，他们还得交保护费。这保护费一交啊，丹麦国王这是又急又气，好像到这里就收不了税了。咱们海盗的有效抢劫范围就是3个格子，一直到西兰岛。那咱们现在满载300块钱可以回岛上去了。据说咱们这个路过西兰岛的时候，西兰岛的这个百姓也是苦不堪言啊，在这样的国王代理之下，丹麦怎么能够好？甚至丹麦还传出了一个民谣啊，看霸气国王带你受尽鸟气。那么这保护费咱们也收了，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咱们的生存问题了。想要生存，最强的防守那就是进攻。我们要把北欧地区纳入我们的势力范围，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扩张，目前的扩张范围，一个是北方的卡尔玛联盟，另外的就是南方的条顿以及东面的利沃尼亚骑士团，或者说咱们可以静等咱们开出探索理念，等探索理念开出来之后啊，咱们再在新大陆碰碰运气。目前呢，局势尚不明朗，我们还没有与条顿骑士团、利沃尼亚骑士团甚至卡尔玛联盟对抗的资本，所以说我们现在先休养生息，等我们的部队有一战之力了之后，我们再行决断。顺便再看看咱们的海盗任务数啊，第一个哥德兰海盗舰队需要我们海军上线的100%，拥有海军上线至少20，并拥有6艘轻型战舰。第二个是波罗的海煞星。啊，我们已经把各个地方劫掠了，同时呢，还要在波罗的海地区有15%的这个撕掠者竞争力，目前还没有达到，我们需要再接再厉。然后是北海灾厄，让我们在北海还有荷兰海岸有贸易竞争力啊，对不起，做不到。然后抵达地中海，对不起，做不到。吕根与哥德兰海盗，对不起，做不到，好吧，都做不到，告辞。或许也是知道咱们的窘境，咱们埃里克的一个发小来找到我们，希望加入咱们的宫廷，助我们埃里克一臂之力。这应该是更多顾问那个 mod 的事件，我们可以邀请咱们的发小加入咱们的宫廷。这个发小还告诉咱们的埃里克，如果咱们愿意接纳他，他愿意打一个6-7折，工资还不用5险1金，便宜的很。不过呢，虽然说咱们改善了一下咱们的贸易，将咱们的这个哥德兰贸易节点提升至了2级，并且在首都开启了保护贸易的法案，但是呢，想要聘请一个满价的3级顾问还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呢，作为发小，咱们也不能轻视别人，所以说你去给我们洗船吧。之后到了1447年的1月份，在咱们埃里克的努力运作之下，咱们找到了哥德兰的第一个盟友勃兰登堡。
不过这勃兰登堡似乎早就跟我们的这个不孝外甥丹麦国王搅合在了一起，而且这丹麦国王恐怕会成为卡尔马联盟最逊的一个国王，他居然跟汉萨联盟的领袖吕贝克结盟了，这简直就是咱们卡尔马联盟的奇耻大辱啊！从来没有哪个卡尔马联盟的国王敢跟汉萨同盟的领袖搞在一起的，这种耻辱我们记下了，日后我们定要重夺西兰岛，将这个丹麦国王赶出去。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拉拢住勃兰登堡，与他结成同盟。目前呢，我们还在拉拢波兰，希望波兰国王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家伙，这波兰立马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的答复就是选择当地贵族，放弃自己的老婆。这下就算跟波兰结盟，他的战斗力也大打折扣了。不久之后啊，之前咱们安排去洗船的那个发小给我们来报啊，就说咱们哥特兰手底下有不少的信徒十分虔诚，致力于帮助穷人和治疗病人，他们因这种善举而被称作圣徒。那可不咋的，我们出海化缘的时候经常碰到商船，商船里那一堆的穷人连饭都吃不起了，咱们就把他们绑上石头踢到海里去，助他们脱离苦海，这样会增加咱们1点稳定度。那我们额外先消耗100点稳定度，再提升1点，这样我们的稳定度就是2点了，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正面修正。之后在1449年的8月份，我们找到了第2个盟友，位于勃兰登堡南面的波西米亚选帝侯国。不过此时的波西米亚已经被哈布斯堡家族入驻，很有可能奥地利会选择用任务数来连统波西米亚。但是现在呢，我们又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暂时选择与波西米亚缔结同盟。在获得了2位盟友之后呢，我们就分别去波西米亚与勃兰登堡拉拢人情，等人情足够了，让他们多给点 money。说起啊，丹麦现在趁着莫斯科向诺夫哥罗德进军的同时，也向诺夫哥罗德先战了，目标是为了征服涅瓦，也就是未来的圣彼得堡。这既是个坏消息，也是个好消息。我们希望丹麦与莫斯科早日打成一片。好吧，这莫斯科不给机会啊，直接把涅瓦先占了。那这样的话，丹麦只能通过瑞典和挪威占领北芬兰的一部分地区了。然后同时咱们的这个政府改革进度也达到了100点。共和国前期的这个政改是最快的。海盗政府改革第2集有一个海盗之道，虽然说给了不少的强力 buff， 但是呢，这一个有个要求，就是所有非海盗共和国不会与我们结成同盟。因此啊，在咱们有一定的实力之前，咱们还是先不点这个，咱们选择船长议会，增加咱们的这个撕掠效率，配合上咱们理念的15%，以及哥德兰的奇观维斯比城的20%的撕掠效率，咱们的撕掠效率已经达到70%，我们争取日后叠得越来越高。依靠这些撕掠效率，咱们海盗在波罗的海地区有了8%的这个海盗竞争力，还是不太够啊。转眼又是4年的时间过去，此时咱们的第1代海盗王艾里克已经去世多日，如今呢已经是咱们哥德兰的第3代海盗王比约恩普林茨。此人呢是一个贪得无厌的鼠辈，拥有一个贪污腐败的特质。正好呢又到咱们10年一届的化缘大赛，我们也是时候啊找咱们这些沿岸国家问他们要保护费了。同时呢，咱们也做好了向外扩张的准备。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东面的利沃尼亚骑士团以及南面的条顿骑士团，这2个国家相互结盟，互相倚靠。不过呢，此时我们拥有盟友勃兰登堡与波西米亚，只要拉拢他们2个来协助我们击破这2个骑士团难度不高。因此啊，在此之前，咱们先把咱们的部队从哥德兰岛移出来，移到柏林去。同时呢，咱们的船队也去西兰岛筹措军费。这一次化缘之后呢，咱们的国库已经充盈到了500块钱，再一次在西兰岛劫掠了100多块钱。咱们丹麦西兰岛的居民已经习惯了，甚至拉起横幅来欢迎咱们的海盗国王。横幅上赫然写着"看霸气国王带你再次受尽鸟气"。在收集完了军费之后，我们便正式向利沃尼亚骑士团宣战。波西米亚与勃兰登堡都愿意加入，不过如果我们勾上条顿骑士团，波西米亚就不愿意加入啊。这个无所谓的，战斗开始之后，波西米亚自然还是会乖乖加入战争的。会战兵力是38000对战32000，优势在我们。那我们率先解决掉的是勃兰登堡北面的梅克伦堡。对于这种小国呢，我们只要将他们的军队全数歼灭，并且呢再占领一下他们的白地，基本上就可以逼迫他们投降了。这个时候呢，条顿骑士团的水师突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配合上梅克伦堡的水军还是有点难打的，所以我们先跟梅克伦堡议和，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就会减少许多。
那接下来呢，就是正面迎战条顿骑士团的水军。我们作为海盗，而且还有一艘大船，战斗力应该还是不弱的。不过最后为了保存咱们的有生力量，咱们还是决定撤退了。击沉了敌人的2艘桨帆战舰，还是算是咱们取胜了。但是海战取胜，咱们的陆军却有点尴尬了。咱们的部队变成了黑旗，必须要进入咱们的领地才能恢复原样，这也就导致条顿骑士团的部队在咱们面前大杀四方的时候，咱们只能干瞪眼儿，甚至波西米亚的3星神将都没有办法幸免于难，更不要说还有勃兰登堡这样的送分狂魔去疯狂白给了。其实啊，咱们肯定是不想看戏的，但奈何大陆上没有咱们的土地，咱们只能等咱们的船队修好了之后，再把咱们的船队运过来。当部队黑旗之后，我们将部队重新放回运输船，他们就可以解除黑旗状态。最终到了11月份，我们的运输船才得闲来把咱们的部队运回来。这可是足足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幸好条顿骑士团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逆转狂澜。目前的情况依旧是优势在我呀！我们的军队加入战斗之后，先是在德兰堡大破条顿骑士团的大军，随后便向西普鲁士地区发起进攻。或许是得知咱们维京海盗与骑士团又打了起来，教宗大人一口气没有挺过去，死了。而新的教宗却完全没有把这事儿挂在心上，甚至给我们的前辈封了一个圣。咱们的普林茨仅仅是第3任海盗头领，这个封圣肯定封的是咱们最后的维京人了。看来教宗大人都在鼓励咱们抢劫啊！经过3年的战斗，我们先后攻克条顿骑士团的图赫尔、奥斯特罗德以及科尼斯堡3大重要的要塞。此时波西米亚的军队正在围攻条顿骑士团的首都玛丽安堡。不过呢，由于玛丽安堡当地的2级奇观会增加当地100%的防御效率，即便是有波西米亚的3星名将助阵，想要围下这里也是有点难度的。此时我们对阵条顿骑士团的战争分数已经有73点了，因此我们直接与条顿骑士团议和。此次议和，我们夺取但泽、科尼斯堡以及梅米尔3大重要的波罗的海贸易节点。不过此举必然会招致波兰的不满，毕竟波兰可是把但泽当做命根子呢。只是呢，这种事情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海盗统领该考虑的了，毕竟波兰的发怒肯定是在当前海盗统领任期之后了。此次对阵条顿骑士团胜利之后，咱们的船长比恩·普林茨威望大振，故而在这一次的海盗大选中，他再一次蝉联留任咱们的大船长，并且在夺取科尼斯堡、但泽、梅米尔之后，咱们的海军上限已经来到了20，故而咱们可以点出咱们的哥特兰海盗舰队，获得25年减海军务费以及加撕掠效率的修正。并且我们还获得了丹麦的永久宣称。下一个任务是让咱们击沉丹麦的舰队，要求丹麦不存在，或者说把丹麦的舰队给拉下去。那这玩意儿也是暂时做不到的。之后在与利沃尼亚以及里加的战斗中，波西米亚率先退出了战争。不过此时战局已经十分明朗了，只要我们拿下里加，便可正式与2人议和。1459年8月，我们又攻克波罗的海重要的贸易城市里加。对于里加呢，我们其实有2个选择，一个是吞并，另一个是附庸。里加这个城市呢，其实附庸的性价比要比直接吞并要高，因为在上一个 DLC 的时候，里加更新了任务数，它的任务数呢基本上都是种地的任务数，所以说我们把它保留着，还能帮它种地，等它种地种的差不多了，咱们再将它吞并，这可以说是两全其美。至于最后的利沃尼亚骑士团，咱们对于利沃尼亚的骑士团的诉求也就只有2个，一个是雷瓦尔贸易节点，另一个是厄塞尔这个岛屿。咱们作为海盗，对于岛屿那是有天然的喜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党还有另一个任务啊，那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岛屿都给占领了。至于岛屿的限制呢，那咱们就是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来啊，低于格陵兰岛的岛屿就是岛屿。比如说像挪威的冰岛，还有英格兰的这个群岛都算岛屿。不过为了让咱们的领土连在一块儿啊，咱们这个库尔迪加也是一并拿了。那么至此，为期5年的波罗的海大战便正式可以拉下帷幕。不得不说，此次战斗咱们双方的战损比交换也是差不多啊，57000兑换57000。不过对方的舰船损失就大多了，这舰船全是咱们击沉的，因为只有咱们有海军。说起啊，因为咱们的首都哥德兰是地处西欧地区的，而但泽、科尼斯堡、梅米尔这些全部都属于东欧，所以说我们甚至可以在当地开公司。不过呢，以我们现在国家体量，开公司得不偿失，因此啊，就暂时不考虑了。那么在与骑士团对战期间，咱们的这个政府改革又凑够了，
这一次改革呢，是咱们的选举频率，要么是频繁选举，要么是巩固权力，最后还有一个重选权正式化，可以进行强制重选，并且减少腐败度。首先啊，咱们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共和国，咱们是海盗共和国。这海盗共和国啊，政权肯定是不可能稳定的，因此啊，这个隔三差五擦枪走火、摩拳擦掌，那都是很有可能的。说不定啊，今天一个山大王，明天一个海大王。因此啊，频繁选举更适合咱们的这个海盗共和国。这样子的话，选举期限就是3年一届，而且呢，耗费的共和传统也更低，只用耗费8点共和传统。趁着现在有钱，咱们再请一个顾问阿道夫·比勒，增加咱们的改革进度增长。这样的话，咱们改革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了，下一次1471年就可以达成。这还是因为咱们刚刚征服了新的领地，当地的自治度比较高。等咱们直辖之后，当地自治度下去了，咱们这改革进度还能更快。由于咱们哥德兰没有特殊的海军学说，所以说咱们现在只能从存在舰队、自由桨手、重视商船以及登船作战这4个里面选择。趁现在我们的这个花费比较便宜，我们先选了。因为咱们是波罗的海，日后肯定是要与丹麦一较高下的，而咱们的船只数量呢，大概率是不如丹麦，故而呢，咱们就选择精兵作战，选择自由桨手，增加咱们的桨帆船作战能力。战后不久，我们将我们的4类舰队扩充到了8艘，配合上之前的 buff， 咱们在波罗的海的4类效率已经达到了15%。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出我们的任务数波罗的海煞星。这样的话，我们会获得欧洲地区大量的宣称以及25的威望。这宣称好像也没说多少啊，除了之前丹麦有的，也就沃尔加斯特加吕贝克这里。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啊，我们还完成了但泽自由港以及里加自由港这2个任务。这2个任务呢，可以让我们将这2个港口的等级提升1级，但是呢，我们不要指望一口气升到3级。如果我们给但泽升到了2级，这样的话，但泽自由港就会变成加2点生产。同时呢，但泽还会给我们增加一个当地的修正。里加也会给我们增加一个当地的修正。如今呢，只剩下一个吕贝克，但是呢，想要进攻吕贝克难度不低，毕竟他跟丹麦结盟。虽然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会加入战争，但是同时面对汉萨同盟以及卡尔马联盟，还是让我们挺头疼的。如果我们能够拉拢到波西米亚，戒掉一下他的这个无火武装的3星神将，或许还能逆转一下乾坤，甚至我们可以登陆西兰。不过呢，这些都是咱们下一期的事了。好久没有做欧陆视频了，肉热求大家给个3连，实在不行点个赞也行啊！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